我爹谢将军和裴相在朝堂是死敌，圣上却偏偏为我和裴相之子裴卓赐了婚。谢将军，我儿子裴周可是京城出了名的纨绔啊，你女儿嫁过来可惨了。裴大人放心，我女儿谢梦娇嚣张跋扈，嫁过去定会害你全家呀！老贼！小姐，您这花开富贵秀的，简直像活过来了一样。京城里那些名门千金，哪有一个比得上您这般知书达理、心灵手巧？就你嘴甜，爹爹常说，我只要做好这些女儿家的本分，便是谢家的乖娇娇了。哎呀，小姐的手流血了！将军，您怎么闯进来了？爹啊，你吓到女儿了。爹爹，娇娇手疼，爹爹不给呼呼吗？要是平日里，我爹见我掉根头发早过来哄我了。今日这是怎么了？朝堂上被圣上骂了，还是兵器库被人炸了？娇娇啊，是爹对不住你呀！快，我的琵琶！爹啊，别不开心了，女儿弹奏新学的曲子给你听啊。娇娇啊，你爹是武将，没什么文化，但是也听出来了，这是近日京中盛行的名曲《使臣弹儿戏西番》呐。不是说这曲非名家弹不得吗？你怎么也会？外面那些名家练好几年，咱们家小姐看一眼谱子就会啦。渊儿别胡说，爹爹，女儿也就是随便弹弹。其实我学琴多年，以真化境，这世上还没我不会弹的曲子。除了这个，你还会些什么？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刺绣也不错。女诫女训，倒背如流。先生说我过目不忘，悟性高，京中的名门贵女都不如我。那还有你不会的吗？女儿身子骨弱，刀枪剑戟都舞不得。不过没关系，先生说我知书达理，我嫁给谁都造福他全家啊。将军，您怎么坐地上了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爹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是朝堂中赫赫有名的谢将军，一生戎马，战功累累。您这等顶天立地的糙汉子，今儿怎么坐地上起不来了？爹悔呀，爹就不该让你娘这么培养你呀！爹，您说什么胡话呢？我娘那般如水般柔软的人，您可是爱惨了的。您常对我说，你娘是真正的名门淑女，若你有她一半贤淑，我便知足了。就是呀，将军，为了您这句话，我们小姐自小便苦学那些闺阁女子该学的，手都扎破好几回了。我的发小那都是持鞭纵马的小将军，再不济也是百步穿杨的将门女。只有我拉不开弓，纵不得马，一步三喘息。我这样不正是您最期望的模样吗？我爹之前对我可是超满意的。您以前逢人便夸我是狼窝里养出了个金凤凰啊，您亲口说的，我这样的才是好女人，以后绝对是要旺夫的。我都要旺夫了，怎么就完了呢？就是因为你要去旺夫了，所以一切都完了。爹，您倒是说话呀，怎么就完了？您刚才上朝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难不成谢家要被抄家了？您快急死女儿了！是圣上，原来今日上朝，圣上突然下了旨意，为你和裴相之子裴卓赐了婚。世人都知道我和裴相不和的嘛，我们在朝堂上恨不得天天指着对方鼻子骂老贼啊！圣上玩这一手，美其名曰什么将相和呀，其实害惨我了。娇娇你这么好，知书达理又温婉，嫁给他家那个纨绔，简直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啊！哈哈哈！裴卓，渊儿，这裴卓是谁？
小姐，奴婢也没见过，只听说裴公子整日在外头游荡。我爹说他是个纨绔，那肯定就是啊！纨绔子弟可是会打老婆的。爹啊，那女儿要怎么办啊？难不成真要去裴家受苦？娇娇，从今日起，你要学做一个坏女子，你要嚣张跋扈、蛮不讲理、肆意妄为。咱们先下手为强，害他全家。等等，娇娇，娇娇啊，这一年你夏练3伏，冬练9灸，已学有所成。记住爹教你的，到了裴家，千万不要露馅儿啊！爹啊，我害怕怎么办啊？万一那小蓝皮是个打女人的泼皮流烂呢？娇娇别怕，他们若是敢欺负你，爹就提着大刀上门发飙。正好我看裴相那老匹夫不爽很久了，早想找机会削他一顿。娇娇，受了委屈就回家，娘给你做好吃的。花轿到，按照规矩，新郎官连射3箭驱邪，请新郎官射箭。快射，让咱们看看裴公子的剑法。对，射一个。别怕谢梦娇，你现在可是个坏女人，他敢惹你，你就抽他。这也太可怕了，怪不得爹让我学武啊！裴府是什么龙潭虎穴，这哪里是迎亲，还未进门就要杀了我！小姐别怕别怕，千万别哭花了妆，这肯定是意外，兴许是姑爷弓太重没拿稳，不小心射偏了。哟呵，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这便是我那纨绔夫君裴卓了，此话一听就是敷衍，哪有手滑能射穿教帘正中面门的？他定是故意的，给我下马威是吧？姑奶奶我不发威，真当我是病猫。哎呀妈呀，新娘子还手了！哎呦喂，见血了，大婚见血了！小姐啊，糟了，你的剑把姑爷的脸划破了，这可是破相啊！我爹让我学坏1年了，天天在院子里抽木桩子，可这却是我第一次伤人，一出门就破了那小纨绔的相，这下该如何收场啊？裴家不会直接休了我吧？他可是裴相独子，大婚之日被我破了相，梁子结大了。我要不要先盖头出去道个歉？可爹嘱咐我要跋扈，到底怎么办啊？让开让开，都给老子让开！好，无父无犬女啊！谢家小姐好臂力，裴家小子不会射箭是吧？那这下看明白了吧？裴卓真是个不知羞的，换做常人早翻脸了。是啊，我君子6艺都学不明白的，哪里懂什么射箭？多谢娘子赐剑。请新郎官背新娘下轿。对不起，娘子无妨，快出来吧。哎呦！新娘子摔了个屁股蛋儿！裴卓啊，你真大方啊，自
自家娘子的脸都舍得让大家先瞧哦。那洞房花烛要不要让大家也瞧瞧啊？好说好说，都是兄弟。这裴卓果真什么混账话都说得出口，他就是故意要当众折辱我。我爹说了，到裴家如果受了委屈，千万不能憋着，尤其是这裴家小子要狠狠教训。他说做人就跟打仗一样，这次你要是服软了，下次人家就要骑在你头上了。让你这小破皮欺负我，我打死你啊！谋杀亲夫啦！蓝莲花。小破皮哪里跑？娘子，娘子，你打死人了！怎么可能？我才练了1年鞭子，练得自己满身鞭痕不说，力气也不如别人大，也就驾驶族虎人，怎么就能一鞭子打死人了呢？没了呼吸，也摸不到脉，瞳色发散，这不是死了是什么？不如娘子你亲自来看看。太嚣张跋扈了！大婚之日当街杀人，应该送到官府惩治。一鞭子就抽死了，这也死得太轻易了。莫不是有人要阻止裴谢2家成婚？可这是陛下赐的婚啊，究竟是谁要坏了这门亲事？我怎么就害了人性命？我不过刚听了爹的话学坏，怎就成了杀人凶犯了？今后我又该如何自处？罢了，指望我这错事不要连累我爹娘。你将我送官吧，是我做错了事，我自己扛。大婚之日当街杀人，就算他是将军府的千金，也不能无视王法。报官！报官！都是你看！不准报官！我家小姐不是故意的，要抓就抓我！闭嘴！你将我送官吧，是我做错事，我自己扛，绝不连累爹娘。你哭了？上当了！我耍你的！少夫人这鞭子打得真够劲儿。少爷，我这闭气装死的功夫演得逼真吧？月前您可得给我翻倍啊！没死，裴大少爷又当街捉弄人。太好了，小姐，你不用去坐牢了。原来这小厮跟裴哲做戏骗我。裴哲，你太过分了！谋杀亲夫又来了，快跑啊！裴哲，你个破皮，给我站住！站住让你抽，我又不傻。别玩了，待会儿耽误了吉时。我终究是没能当场报了仇。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。这小破路如此辱我，我气愤的牙都要咬碎了。虽蠢笨了些，但好听就是好脑袋。我听的这混话简直要喷火，却又无处发作。2拜高堂，夫妻交拜，礼成，送入洞房。老夫也要事先走了，你们自便。想来裴家对这门亲事也不怎么满意，连表面功夫都不能多做。人凑齐了，来打麻将啊！裴少，走，前院开席了，今儿个不醉不归。来了，娘子你先回房哈，不用等我。小姐，您喝口茶润润嗓子。这裴家也太欺负人了。大婚之日，新郎醉醉，公婆离席，我则被送进了新房，孤寂的等待夜晚的到来。这裴家果然是龙潭虎穴。娘子睡了没？睡了。睡了就算了，我还特意拿的烧鸡。既然如此，我留着明早自己吃。有烧鸡？我大婚折腾一整天，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既是夫君回来了，我便勉为其难的醒了。娘子吃的真斯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跟这烧鸡有仇呢。
娘子，其实我今日也不是故意要与你为难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娘子这么瞧我作甚，难不成我裴卓还能骗你？你以为我想大婚之日当众出丑吗？你以为我想拿箭射你吗？我裴卓名声再不好，也不至于对自己的新娘子下毒手啊！这婚事是陛下御赐，圣旨难违，我裴家推脱不得啊！但是谁都知道，我爹裴尚与你爹谢将军在朝堂那是死敌。我爹是个小心眼的，他说你是谢将军的女儿，非要我给你点下马威。今日轿前射箭摔你，全是他指使的，我不照做，他就拿藤条抽我。想起今日拜堂，裴相冷漠甩脸离去，裴夫人也急着去打麻将。看来这裴家果然是裴老贼说了算，这小魄力也是身不由己。可我是个怜香惜玉的，看着娘子受委屈，我心里过意不去，特地拿烧鸡来道歉，还请娘子不要生我的气。其实这小破子也没那么坏。好，喝了这杯，我们一笑泯恩仇。娘子不计较就好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我爹那边以后我帮你拦着，也盼娘子帮帮我。我有时在外玩晚了，请娘子千万别向我爹娘告状。等等，娘子你为何不喝？酒里有什么？我为什么这么痒？当然是我爹给的痒痒药啊！爹说了，被欺负必须打回去，对付这小顽兔绝不能手软。上当啦！不过我不耍你，喝了酒，以前的事情就过去了。小毒妇，快告诉我怎么解毒，总不能让我养一晚上吧？泡冷水试试喽。哎呦，听说了吗？咱们少爷可真勇猛，一晚上叫了7次水，喊了一整夜呢。可不是嘛，送进去的都是冷水，这火气可真够大的。你看看你这副鬼样子，你是什么色中恶鬼投胎转世吗？自从新婚夜的痒痒药事件后，我与裴卓彻底杠上，每天都在针锋相对。我的宿冠何罪？谢梦娇，你个毒妇！哎呀，夫君怎么吃的这么不小心？这小泼皮，夜不归宿还敢神不知鬼不觉，今天就让你知道姑奶奶的厉害！爹啊，夫君昨夜没睡好，眼看着都憔悴了，不如让他先回去休息吧。爹，我没什么胃口，我就是……昨夜又去鬼混了？啊！爹，我错了。爹啊，你饶了夫君吧，他以后真的不敢了，千万别打坏了呀！狠狠的打，用力打死这个小泼头！哼，看在你妻子的面子上，这次饶你一回，若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这就放过裴专了？才抽了2下啊，我还没看够呢。谢梦娇，你真是好样的！自从挨了打，裴卓不敢再夜不归宿，改在家里和下人们摇头子玩到深夜，再睡到日上3竿。不过我可不会让他如愿。谢梦娇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晨练啊，小破皮！我爹逼我学坏这1年，我苦练鞭法，全靠架势唬人，扰人清梦的晨练，我每日都练。行，你练，我倒要看你能练出个什么名堂。甜，真甜！
叫你嚣张，就这点本事也敢耀武扬威，我看还不如我……少爷，少爷噎住了！吐出来，快吐出来！小毒妇，放开我！逆子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又在胡闹什么？成何体统？爹，你听我解释，刚才其实是……住口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，待会儿再找你算账。裴相怎么对裴卓如此粗鲁？刚才分明是为了救命，简直不分青红皂白。娇娇，你随我来。叫我？他不会连我也打吧？我爹可说了不能挨欺负，我跑不跑？要罚就罚我，刚才是我强迫他的，这次是我。逆子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给我在院子里跪着，等我忙完再回来揍你。这裴老贼肯定是看我不顺眼，要把我拉到门外动用家法。我爹给的鞭子还在屋里呢。你回一趟将军府吧。回将军府？您这是要休了我？你爹生病了，回去看看吧。哎呦，裴老贼害我！爹啊！小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裴相说您病了，您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还趴着？还不是朝堂上那些破事儿！外敌在边关屡屡挑衅，抢了东西还杀平民。爹助战，可裴相那老匹夫主和，说什么派史前斡旋，人家都踩着鼻子打脸了，还斡旋，我握他个头啊！裴老贼一介布衣，靠嘴皮子功夫走到如今地位，此人深不可测。爹啊，你不要死啊！你死了，女儿怎么办啊？别嚎了，还死不了。夫人，你怎么把我珍藏的巴豆粉拿来了？这药吃了窜稀呀！哎呀，我眼花拿错了。娇娇，拿去丢了，别让你爹误吃。娇娇啊，你要保重啊！爹斗不过那老贼，怕是以后保护不了你了。想起白天我爹吐血的惨态，裴相打我爹，还打亲儿子，简直不可理喻。老贼欺人太甚，我没忘记我爹学坏的嘱咐。听闻第2日上朝，裴大人，这户部的折子需要您定夺呀。递进来。因为它实在重要，裴相就这般蹲在茅厕里处理了一早上政务。哈哈哈哈，大快人心啊！听说是有人给他下了药，老头子今天在茅厕蹲了一上午，脸都绿了。毕竟是第一次做这么大的坏事，要是被查出来，可是要命的。你说老头到底得罪了哪位好汉，竟然在上朝路上窜稀？是贪嘴买了烧饼，还是偷喝了同僚的水？不对啊，老头自律，一般都在家里吃了招食才走的。小毒妇，不会是你做的吧？那什么，今天天气挺好，是不是该吃午饭了？真是你，你哪来的熊胆？那可是当朝宰相，我爹！小毒妇，你真是好样的！你做了我这辈子都不敢做的事，简直是我的榜样。新婚时给我下马威，朝堂上害我爹挨板子，又不分青红皂白揍你，这老贼着实该受些教训。那个，
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。其实新婚那天射箭摔你，那些下马威都是我骗你的。捉弄你的是我自己，不是我爹的意思。我那晚那样说，是想拉拢你站在我这边，让你别管教我。你以为我想管你吗？谁稀得管你？你爱怎么样怎么样，与我何干？这事儿我也脱不了干系，祸是我惹的，我这就去找老头认错。就你这身娇体弱的，哪经得起藤彪打？我去替你扛。孽障，你要去哪里？来的正好，这事是我干的，你罚我吧。不是他，是我干的，您罚我吧。小畜生，本以为你娶了媳妇儿会变好，没想到你竟然带媳妇儿一起学坏啊！这也能怪我？既然如此，一并处罚，去祠堂罚抄女诫孝经100遍。抄书，我最讨厌抄书，老头子不如直接打我一顿痛快。我不仅过目不忘，抄写更是小菜一碟，今日总算派上用场。下雨了，桂花好香。我不想抄书啊！抄完了。这次算慢的了。走，我们去找老头，让他大吃一惊，看看本少爷的速度。都解决干净了吗？历城的都解决了，魔河族那边也都打点好了。解决谁？打点谁？魔河族可是侵扰边境的外族啊！裴香，我爹他，莫不是在卖国？不行，这事我要去问个明白。你问难道他就会说？万一他要杀人灭口呢？我爹说坏人不择手段，我这糟心儿媳他不会放过，搞不好亲儿子也会杀。你走远些，我自己去问。谁在外面？你先走。是个胡人。等等我，等等我。我是能等你，可前面那胡人能不能等？我不管，这事儿不能抛下我，我要帮我爹揭露裴相真面目。上来吧。又想摔我？大婚那天我可没忘。这次不摔了，再不走人跟丢了。你会武功？太高了！轻点啊！你要勒死我吗？报警了，前面是闹市区，得下去了。快跟上他！哎，你不许进，立刻回去。凭什么？千辛万苦跟了一路，眼看就能查出你爹的阴谋，凭什么让我回去？这地方不适合你来，你一个清白姑娘家进去成何体统？什么地方我不能来？不就是家酒肆？你就是想一个人进去偷偷喝好酒？那是家妓馆、青楼，懂不懂？妓馆？我要是进去被爹娘知道，非打断我的腿不可。不对，我现在就是要学做跋扈的坏女子，哪里能比这里更能学到坏女人的精髓？我听闻妓坊里都是些坏女子，手段了得。夫君，来都来了，你能带我进去见见世面吗？完了，这酒肆里有许多胡人，刚才那胡人一进来就找不见了，我怎么就应了你了？带你来这种地方，定是昏了头。小泼皮，你看那个女子。
你喊我什么？你一个姑娘家，又在说什么混账话？可不能惹恼了他，生怕裴章一气之下不带我玩了。素娘，过来陪爷喝一杯啊！兜里有几个子儿，也敢掐老娘，下烂货！这便是真正的坏女子吗？好生凶悍，一言不合就扇人巴掌，简直是我辈楷模。再看，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。这肮脏地方你来做什么？哎呦，这不是裴公子吗？真是稀客。平日里不是嫌我们烟雨楼姑娘烦人吗？连门都不肯进，怎么今日又肯来了？难不成是成亲了，知晓了姑娘的好了？我想去哪里，还需要同你说吗？是素娘多嘴了，裴公子息怒。裴卓可是京中有名的纨绔，平时看着好欺负，其实在外头根本不是好惹的。不孝时倒真有几分高门大少的气势。你们酒肆近日有什么新鲜玩意儿？怎么大堂里多了这么多胡人？裴公子有所不知，我们烟雨楼刚高价买来几个异域舞姬，腰肢软得很，所以招揽了不少胡人客官来捧场。不过啊，裴公子，这几个异域舞姬可不好。哦，哪里不好？不好看。那几个异域舞姬来自同一个地方，习俗是女子必须蒙面戴纱，不能让夫君之外的男人见到真容。我们做皮肉生意的，衣服都脱的，面纱脱不得，装什么清高？既然都戴了面纱，你如何知道他们不好看？前几日他们在后院换衣，我不小心摘过一个舞姬的面纱，那舞姬脸颊上赫然有一块铜钱大的丑陋烙疤。任他们舞姿再妖娆，揭了面纱也是丑八怪。裴公子，我虽比那些丫头年纪大，但也风韵犹存。您找那些毁容的舞仪，倒不如找我，包您满意。那几个舞姬来自何处？好像是一个叫历城的小国。历城？刚才书房外那胡人说的正是，历城的都解决了。走，我们换个地方。哎呀，你让让，你别一个人独占着凤啊，让我也瞧瞧，有没有素娘说的舞姬啊？快让我看一眼。别闹了，我看见那胡人了。哪里呢？我看看。嘘，别出声，他们上来了。你的心能不跳了吗？震得我后背发麻。他虽然没开口，但那嫌弃的眼神，估计在骂我不知好歹。那是我爹的门生，小张大人。胡人细作，我爹倚重的心腹，难道我爹真的叛国？在这里哭丧能想出答案吗？万一是你看错了呢？不如我们想办法去隔壁，听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。裴公子出手大方，换好衣服，一切包在老娘身上。哈哈哈哈哈！早听闻小张大人是裴相得意门生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今后肯定会继承裴相的衣钵啊！裴公子也到了做官的年纪，想必裴相会为他讨个一官半职。恩师的衣钵哪里轮得到我？哈哈哈！裴相家的小公子，那不过是个只知玩乐的纨绔。听说他还在贵祠堂罚抄经书呢。裴相将历城的事儿都交给你了，他哪里比得上？恩师哪里舍得亲儿子沾着血腥，我也不过是恩师手中的一把刀罢了。明日送完货，我再请你喝酒。小张大人，欣赏歌舞吧。血腥，死货！
这也是你们的舞姬吗？怎么连个步子都踩不住？大人好眼力，今日人手不够，这位是被我拉来凑数的。糟了，眼见就要露馅儿。大人，我其实是弹琴的，不信我弹给你听。不错，今夜就你陪我吧。裴卓，你这混蛋在哪儿？快出来救我！怎么办？裴卓这小泼皮死哪儿去了？不会自己跑了吧？我这衣服薄得像纸，鞭子和巴豆粉都没带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小娘子怎么不走了？莫不是腿软了？等本官抱你上去。赶紧上去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惹恼了大人有你好果子吃。走走走，这就走，这就走。烟雨楼1楼、2楼是正经酒肆，3楼竟然都是这种不堪入目的客房。烟雨楼竟然还有这般脱俗的姑娘。美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待会儿他敢扑过来，我就死命撞他的头，看看能不能把人撞晕。别害羞啊，美人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让本官好好疼你。去死吧，你个老色批！小毒妇，你这铁头功是真的要谋杀亲夫啊你！走，都给我把眼睛放亮了，晚上盯紧了，别又有闹事的。知道了，3楼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奇耻大辱！要是抓到那贼人，本官定打断他的腿。还有那舞姬也不见了。哎呦，小张大人，这是怎么发这么大火啊？烟雨楼近日闹贼，让大人撞见惊了驾。妈妈特让我来瞧瞧你。滚滚滚！都给本官滚出去搜，别在这儿碍眼。啊，这就开始了。等一下，听见声响没有？床底下好像有动静。裴哲，其实那个小张大人，他不如你。我刚才弹了首指法复杂的曲子，他一听便信我是乐师，不再深究。这小张大人既然是裴相得意门生，或许有些蝇营狗苟的本事，可他心术不正，还是个色中恶鬼，一看就不是。你不过见他一面，就知道他是好是坏了？我爹倒是喜欢他，常说小张大人通晓音略，文章写得好，是可造之才。起码在我爹心里，我这个亲儿子远远不如他。想起裴将对他非打即骂，再想小张大人那猥琐模样，我突然开始为裴卓不平。裴老贼，你不仅是个卖国的大坏蛋，还是个瞎眼的瞎子。裴公子，人已经走了，你们可以出来了。多谢素娘掩护。裴公子客气了，下回再来啊。醒醒，那胡人和小张大人出来了。小泼皮，
你就在这守着，一夜未合眼吗？废什么话，走吧，先去瞧瞧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坏事。要不要上去查马车上的东西？万一是赃物呢？车厢听起来晃荡，车辙印不深，不像装有重物。先跟着看看去哪儿。为什么我们不提前牵2匹马？茫茫京城，上哪儿找人去？有了，有什么办法？你夫君我可是京城万事通，想当年沉迷斗蛐蛐玩一晚，再赶在我爹起床前溜回去，这早上的京城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。这会儿卖烧饼和包子铺都开了，再不济去问六鸟的公孙独眼，他定能瞧见胡人商队。哟，裴大公子这纨绔经验可派上大用场，您可真有办法。怎么又跑了？等等，马车填满了，车辙比刚才深得多。他们是来运货的。运货？从哪儿运？这是什么地方？那胡人刚就是从这屋出来的。这屋里居然有个地窖。你慢些，我看不见。麻烦，跟紧些，走丢了我可没空找你。数目点清楚没？要是少了一个子儿，你我都要掉脑袋。点清了，大人放心。他们走了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莫不是你爹的杀人埋尸地？方才小张大人他们说的，数目点清了没有？搞不好是点的人头数目。勿怪勿怪，见官发财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是裴相害的你们，千万别找我啊！我倒要看看，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里面全是金银珠宝，这哪里是埋尸地？分明是裴相私藏黑钱的藏宝地，搜刮这么多钱，还说他不是贪官大坏蛋。难不成我爹真的贪赃枉法、通敌叛国？糟了！完了，门被锁死了，我们被关在这金窖里了。你爹这得贪了多少啊？这简直富可敌国了！小泼皮，你没事吧？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欺骗我？他平时满口仁义道德，背后却干这种勾当。裴香对裴卓一向严厉，书没背好，便是一顿粗暴的毒打。既然他管你这么严，动辄打骂，那你还学成现在这副纨绔不羁的样子？他越是打我，越是不想学，所以我把挨打的逃跑本事练出来了。不愧是京中有名的顶级的纨绔，裴相的好逆子。他学轻功的初衷竟然也是为了扛打，所以学富五车的裴相有了个身手不错的儿子。分明是他打人打得毫无道理，所以我不愿意听他的。是他先动手的，我不过是反击。他揍了你，你就要揍他，是不是非要残忍的打到缺胳膊断脚了，这事儿才能解决啊？他霸道的揍了我，难不成我要忍着吗？对，你就得忍。我爹还真叫我忍，
我的叛逆也是从那时开始的。我以为他是个迂腐但刚正的人，可谁能想到，他竟然是个虚伪的贪官。我也觉得裴相不可理喻。我爹就不这样，他从小就说：“娇娇，谁要是欺负你，管他是谁，你一定要欺负回去。天塌下来有爹顶着，不然这口气憋在心里会憋屈死的。”你那是个好爹，我家这个太坏了。我其实挺嫉妒小张大人，每次他写了文章，老头子眼里全是赞赏。在老头子眼里，我就是个废物，我连他也比不上。我爹一心想让我学文做官，可我不是这块料，看到策论就头疼，学不成他那副样子。在裴卓心里，裴相一直是个特殊的存在。我极恨他铁面无私，动不动就拿家法伺候。可我也仰慕他凭一介布衣走到当朝宰相的地位。我一直以为他是个两袖清流的好官，可现下你告诉我，这些全是贪污受贿得来的。裴相是个大坏人，那我这些年挨的打算什么？我一直的仰慕算什么？一直以来的偶像突然变成最痛恨的人，他自然觉得道心破碎。别难过了，天下好爹多的是，要不你这爹别要了，认我爹做爹吧，我爹护短，以后你跟我回将军府，咱们一起气死那个裴老贼。这还能选？当然了，裴相的儿子成了他死对头的上门女婿，不气死他也得气个半死。也不是不行，等出去再说吧。这水声，我以为下雨了。我恍然想起，我们被困死了，还在金窖里。等等，金窖在地下，怎么会有水声？金窖太黑了，我第一念头是眼花了。醒醒，裴正，快醒醒！娘！鬼啊！少爷、少夫人，我是这里的守夜人，方才起夜撒尿吓到你们了，真是抱歉。我俩这才明白世上没什么鬼，那仆从只是个长得可怕的寻常人。你俩不在家好好待着，跑来这里做什么？娘，这些贪污受贿的黑钱你都知道吗？见到此就天大了！你爹通敌叛国，你们这小脑瓜里一天天想什么呢？裴卓，你只知你爹是当朝宰相，却不知我与你爹是30多年前从边疆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那时的村庄平静，可突然有外族人来掠夺。弟兄们，把这些蛮夷赶出去！将领们把外族赶跑，杀了一个首领。外族首领放下狠话：我要你们整个村子血债血偿！将士们打了败仗，全村几百口人，只有你爹和我等几个小孩子跑了出来。你爹后来考了功名，他发誓整治外族，但厌恶用武力。我朝使臣谈儿是个厉害手段，每次出使，你爹就隐秘地塞几个细使进去。当年灭我们村的外族，就是被细使弄得分崩于析，疯狂内斗。当年那个灭村的外族没了，但你爹没有停手，他们也是细作。几年前，有个名叫历城的小国被摩哈族灭了国，历城人都成了俘虏，在脸上生生烫上了奴的印记。烟雨楼的那些武器，那都是我的族人，是裴相帮了我们。裴相用这些钱资助我们在摩哈族内部作乱复仇，我们也帮裴相探听消息。裴相是个好人，我们身份暴露，本来难逃一死，是他暗中救了我们。我们被安排来这儿，为了不被认出，只能挖去脸上奴字，留下伤痕，做个守夜人。小张大人就是帮他们弯巴找活计的人。原来如此，难怪那晚胡人说历城的解决了，摩哈族那边也打点了，是在汇报细作情况。裴卓，
你爹做这些事动用这么大资金，你以为能瞒天过海吗？这些都是陛下默许的。所以朝堂上谢将军请战，陛下才会驳了你爹的谏言。朝堂上的水竟这么深，都在皇帝和裴相掌控中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便是裴相的道。原来如此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我爹是贪官。既然是机密重地，娘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打麻将输了钱，我来取点儿。这是培养细作保家卫国的钱，你用这里的钱打麻将？金窖里的钱到底哪里来的？让你们在祠堂抄书，你又跑去做什么了？你为什么从来不听我的话？我是你爹，我会害了你吗？你为什么总是自作主张？因为你从来什么都不跟我说，你总是自以为是。你以为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，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7岁打架那事儿，其实还有后文。若说裴卓是个小纨绔，那冯大人的儿子就是个小霸王。冯大人什么身份？连陛下身边人都要给3分薄面，你怎么敢跟冯公子打架？你问问在场的，除了你，又有谁敢跟他打架？还请冯公子不要跟我这不成器的儿子计较。您身份尊贵，宴席上其他孩子都不敢得罪你，只有他没有眼力劲儿，我定会狠狠罚他。当时我年纪小，只觉得你窝囊。可后来冯小霸王听了你的话，真以为自己谁都惹得起。没过多久又揍了另一位小公子，惹了天大祸了。那公子是太后亲弟弟的儿子，这事情捅大，太后告了状，冯大人就此终结仕途，全家被贬。午夜梦回，我越想越觉得冷汗涔涔。爹，你告诉我，你那时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是在借刀杀人，对不对？我自以为是，我是你爹，我做事情需要同你解释吗？为什么不解释？我是你儿子，你做的事情行差踏错半步就要株连九族。你总说为我好，可我已经长大了，不再是那个只会哭闹的小孩，我也有自己的想法，我想知道真相。是，你长大了，你早就不听我的话了，而我也老了。书房争吵不欢而散，我转头回了娘家，跟我爹区裴相的那些事。借刀杀人，口蜜腹咸，这就是裴老贼的行事风格。这老狐狸心眼子比蜂窝还多。我将地窖里关于细作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亲。姜还是老的辣，我爹很快发现了问题。我那天真的小女婿跟裴老贼吵了个屁架呀！爹，什么意思？哼，你们又被糊弄了。你们光顾的想做他儿子有多委屈，父子俩在那煽情，可你们想过没有？那金窖里的钱到底哪儿来的？他资助细作的钱是他自己掏腰包的吗？对啊。你们有这笨脑子才应该委屈。他是在转移注意力。好像是哦，我们怎么把这茬忘了？裴相哪来那么多钱？我就知道那老头心眼最多，被我们发现了金窖，他怎么可能不连夜运走？不行，这钱来路不明，这事我必须查到底。娘，金窖里的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头子从哪儿弄来那么多钱？什么金窖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不知道什么金窖，更没有金银珠宝，你是不是做梦了？你每次都帮他，你们合起伙来骗我。我知道了，
知道什么了？裴夫人不说，我们忘了还有个关键的人啊。谁？小张大人，他可是专门负责送货点数的。竟敢串通舞姬帮裴卓骗我，让我像傻子一样在床底下出丑！弄不死裴卓，还弄不死你吗？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妈妈救我！还指望谁救你？你这贱命，死了也就死了。裴卓算个什么东西？他不过是比我会投胎，有个好爹罢了。不然，他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废物，连个金轿都看不住，送货的事儿交接给别人。送货可是肥差，纵然金秋有8连老奴做账目核算，但这小张大人自有妙计中饱私囊。这是大人应得的。裴相允诺的10块金饼，小人拿8块就够了。算你识相。他寒门出身，穷人乍富最贪婪，但他贪得狡猾，只收不起眼的金饼银锭，查不着处处。下贱胚子，我让你帮他！你个泥里滚的贱命，还真以为帮他一次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！裴卓，那我跳了。你都问了多少遍了？到底跳不跳？不跳我可自己走了。说好的用手接着我呢，你这小纨绔又吹牛。你看不见我站在哪里吗？你往偏了几丈外跳，我用轻功飞过来给你当肉垫，已是很给面子了。不是说你有能耐，琴棋书画精通的谢大小姐，怎么连个翻墙都不会？就你能耐大。那是，我人称京城万事通，没我不知道的好玩地方，也没我找不到的人。区区小张大人的行踪算什么？哼！小张大人今夜在烟雨楼，还真是全靠他打听来的消息。到了烟雨楼，自然是先找素娘。去把素娘叫来。裴公子，素娘起不来了。起不来了是什么意思？接客太累？不是，素娘得罪了小张大人，被打得快死了。人各有命，素娘得了裴公子的赏钱，本已凑够钱明日赎身，可惜她没有命花。她因裴哲有了赎身机会，却也因收了赏银被小张大人迁怒。是谁敢坏本官的好事？是你爹！裴大少爷，你我井水不犯河水，今日你退出去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他刚杀了一个人，神情却如此义正言辞，这人坏到了骨子里。他知道小张大人是他爹的左膀右臂，小张大人的名字他听了很多年。
人家寒门出身，却写得一手好文章，做起事来也得体。你再瞧瞧你，你要是有张生一半好，我便也知足了。可他不能理解，父亲引以为傲的得意门生，私下就是这副视人命如草芥的德行。素娘是你打的？哼，一个泥里打滚的贱女，也值得你为她出头。裴公子，我为恩公做事多年，还是不要为了这点小事伤了和气的好。一条人命，在你眼里是小事。人命也是有贵贱的，你瞧你裴大公子的命，是不是就比别人的好？我进士及第，官拜少卿，你不过一个纨绔公子，可我见到你一样要低头。这便是你害人的缘由。你是那日的舞姬？不是舞姬，她是我的妻子。裴大公子，要玩去别处玩，我没空陪你们小孩子玩过家家。我不是来玩的。小张大人，你打死素娘就这么算了吗？不然呢？哪有朝堂命官给妓女赔命的道理？我给他些银钱安葬便是了。我又问你，小张大人，你说人命有贵贱是不是？是。那我夫君的命比你的贵重是不是？是。那我现在给你安葬费，然后让我夫君打死你好不好？来人！快来人！竟敢在这里闹事，活腻歪了是不是？知道这是谁家开的酒菜吗？哦，是谁？说出来吓死！这可是大理寺丞李大人小舅子开的店。大理寺丞，又是我爹的门生。你到底是谁？报上名来。我之前总不愿借他的名声在外头唬人，但既然你们这群狗腿子都借，那本少爷我也不客气了。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好了，我就是你们口中裴相的亲生儿子裴卓。今日在这里，我就要打死这个畜生，我看谁敢拦！裴公子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裴公子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从小我爹教我不要随便打人，可我也第一次觉得打人竟然这么解气。说，老宅金窖里的财宝都放到哪里去了？我不知道啊，裴相夺了我的差事。我说，别打了。虽然裴相不让我再管送货了，可我毕竟送了这么久，门路还是多的。那金窖有个专门管账的8连老奴，不管金银怎么转移，货物进出都必须经过那老奴。若是能找到账本，或许就能查出钱到底哪里来的。那老奴长得太丑，平日绝不出门。他最喜欢吃东街的酥油麻花，去那里守着，或许能找到给他送饭的人。走，去东街。这么多人，哪个才是来帮8连老奴买麻花的？不知道，没一个熟脸，全部是我家府上的仆从。
这姓张的会不会故意耍我们拖延时间？我们总不能一个个盘问吧？不管了，敢耍本少爷，先揍了再说。哎呦，别打了，要不还是把我送官吧，我去坐牢总行了吧？我觉得在理，这等草菅人命的坏人，就该送官府整治。不行，他是官绅，寻常县官管不得他，得移交大理寺。可大理寺是处理机密要案的，我从未听过大理寺会接理官员打死娼妓的案子，只怕送进去第2天就被放出来了。那怎么办？任由他逍遥法外？要不把他交给你爹，让你爹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小张大人是给你爹做事的，你爹对你那般严苛，若是知道自己最得意的门生是这种品行，肯定不会姑息。别打我了！我想起来了，给8脸老奴买麻花的人是个跛子。少爷，少夫人来了。老伯，先生把新地方的账本放哪儿了？娘说要核对些数目，让我先瞧瞧。他们是来……都在这儿了。是这个，裴卓，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你爹真是个贪官，这下罪证确凿，怎么办？他从小与我说过的，犯了错就要认。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难不成你这做儿子的，拿着账本去顺天府状告亲爹城？逆子，你为什么又给我找麻烦？逆子，账本给我。怎么，翅膀硬了？如今已经完全不听你爹的话了？自小你教我正身立德，做一个清白的人，可你自己是如何做的？你做这么大的官儿，难道却把过去的教导全忘了，变成一个贪官吗？孽障！你道我自以为是，怨我总是瞒着你，可是你看看你自己，脑子里的想法何等幼稚！我问你，这世界是非黑即白的吗？这世上的人除了好便是坏吗？难道不是吗？贪墨就是贪墨，杀人就是杀人。那神情与裴相一出一折，深深刺痛了裴哲的双眼。哪有那么简单？裴卓，你听好，这世上除了黑白之外，还有大片的灰；除了好坏之外，还有身不由己的立场。这礼我若不收，那些官员便不放心，觉得我跟他们不是一条心。你倒是众人皆浊你独清，可他们为了自保，第一个解决的就是你这种异端。我不信，难道不收赃钱，你便做不了这个官了？我做事自有我自己的道理，这钱我是收了，但我没用在自己身上，我全用来资助历城细作，取之于贪官，用之于国事，用之于保边境太平，难道不好吗？裴卓，这世上所有人都可以指责我，唯独你最没有资格。你以为你从小锦衣玉食的日子是怎么来的？若没有我弄来的这些钱，你母亲用什么去赌场打麻将排解苦闷？你又拿什么底气在京城挥金如土，安安稳稳做你纨绔公子？残酷血淋淋的真相，让他这个活在父亲羽翼庇护下、自诩清高的少年一时难以接受。裴相大人，敢问这位小张大人刚才在烟雨楼活活打死了人，这事又该怎么办？您的大局里也包括纵容手下杀人吗？打死了什么人？回恩师，不过是个下贱的妓子罢了，不是什么大事，放他走吧。爹，
那是一条人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裴公子，我早说过，人命有贵贱。小张大人，既然裴相发话了，那你滚吧。你要记住，恶人自有天收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你迟早会遭报应的。恩师说的果然没错，你们这些小孩子想法简直幼稚的可笑。大人的世界哪有这么简单的善恶报应？我告诉你们，只要我对恩师还有用，他必会保我一世平安富贵。来来来，回门自然要带姑爷来。以前是你爹不懂事，快尝尝你岳母的手艺。娇娇，这小子怎么了？霜打的茄子似的，被你婆婆抽了。裴大人这次其实说的没错。娇娇啊，这世上的事情哪有那么简单的非黑即白，绝对的好与坏？不过嘛，你们俩要是实在气不过那个姓张的，那便用裴大人的方式处理好了。爹，这是何意？用裴相的方式？裴老贼不是说，只要那姓张的对他还有用，他就保他吗？反过来说，若是这小张大人对他彻底无用了，甚至成了碍眼累赘，失去了裴相的庇护，那他一个寒门出身的无根浮瓢，还不是任由人捶扁捏圆？此人虽品阶不高，却颇有靠山，认了陛下身边的秉笔太监做义父。小鸾套玩得开，人脉广，认人快，算是他唯一的长处。哎呦，大人快请坐。我来给您倒喝茶，这可是贡茶，专门为您留着的，您尝尝。这小张大人公务还挺繁忙，迎来送访。晚生乃小张大人同乡，进京赶考，特送来拜帖，望大人看在同乡根情，提携一二，晚生必会报答。这书生在酒肆抚琴卖艺，写的一手好字，是个有才学的寒门子弟。又是哪家穷酸亲戚？还未到年冠就跑来打秋风。大人，晚生不是来讨钱的，想找门路，找些事情做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给我看文章？看你这副穷酸样，就算给你个官做，也是给达官非人提携的货色。滚！别脏了本官的地界！赏张大人真是个绝顶坏人，对厉害的满脸谄媚，对不如自己的耀武扬威，极尽侮辱。这样恶心的人，竟在官场混得如鱼得水。我想起素娘，那个敢扇人巴掌的坏女子，最终被这种更坏的吃的骨头都不剩。这世道怎么了？找到了，一个和金教一模一样的账本。你看，这小张大人果然学的你爹，贪的是一点不少啊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误我大事。若是贪点别的，倒也罢了。边关多事，处理魔河族迫在眉睫，他连这笔钱都敢动，立刻送去衙门，罢了小张大人的官职。恩师，饶了我吧，恩师，是我这次做错了，我是最懂您的，我还可以帮您做很多事，求您见我一面。原来是你们害得我落得如此境地。我这些年来为裴相排忧解难，我是裴相的左膀右臂，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？裴大公子，
你与你爹真不像。正因为我忤逆他，所以我走出和他不同的路，不会成为他那样的人。我亦有自己的道。哼，裴大公子，你以为是这账本让恩师厌弃我了？贪几个子儿而已，影响不了大局。他根本不在乎。真正见到你了，我才知道，让他把我当做弃子的原因是你在随你的意。左膀右臂，怎么也抵不过血脉相亲。我们不知道裴相怎么想，但觉得小张大人这番话才是最懂裴相的。作为弃子的小张大人，因过往仗势欺人得罪人太多，一招失利也被其他人吃掉了。他死在生前最喜欢的妓馆，无人知道是谁做的，也无人为他讨公道。少夫人，将军府传话有10万火急的事，让您赶紧回娘家一趟。哎，娇娇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这下好了。爹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你爹我顺藤摸瓜，将裴老贼那隐蔽的藏宝地和真正的私密账本都找出来了，拿了致命的小辫子，以后在朝堂上他都要受制于我了。我爹听了我们的话，竟然暗中去查了。娇娇，既然裴家要倒霉了，爹让你和那小玩路和离好不好？爹给你找个更好的。我们在娘家吃饭，什么都未曾瞒他，他竟然阴险背刺，当面笑呵呵叫姑爷，贝利算计好了就喊小玩路，这到底是谁口蜜腹剑借刀杀人啊？爹啊，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？前几日还说很满意裴卓，现在怎么说他坏话，还逼我和离？你娘今天煲汤，我去厨房看看火候。嘿嘿，我怎么会喜欢那小纨绔嘛？就算他没传闻里那么讨人厌，但他可是裴老贼的儿子啊，父债子偿，我不揍他就不错了，我还留着他过年啊。他和裴相是朝堂死敌，赐了婚还要针锋相对。我看明白了，为了斗裴相，他可是不择手段，连亲闺女都利用。爹，你太过分了！我就说那天的巴豆粉怎么那么巧在床头，根本不是娘拿错，也是你故意算计好让我去给裴相下药的吧？哈哈，不愧是我的好闺女，那事儿干得漂亮，虎父无犬女。那老贼蹲了一上午袍色，大快人心。到底是不是真的疼我啊？我是什么面粉团子吗？你为了斗气让嫁人就嫁，为了兵权让和离就和离，你有没有问过我到底想不想？娇娇啊，你爹怎么会不疼你呢？你瞧瞧，那小团裤都把你教坏了，带你逛妓狂，夜不归宿，坑害朝廷命官，跟他学不到好，还是趁早分开吧。爹再给你找个如意郎君，包你满意。学坏不好吗？明明是你一开始先让我学坏的，这会儿又来怪裴丈。娇娇啊，这罪证账簿在我手上，我明日早朝就去参那老贼一本。裴家完蛋，爹绝不会让你受牵连，会请旨让你们和离，接你回家。我恨他自顾自做决定，可我自己也说不明白这股抗拒的情绪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娇娇，你这么抗拒，你不想和离，你该不会是真喜欢上那小纨绔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会喜欢那个小泼头？瞎跳什么？你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，这么惊慌干嘛？没什么。干什么？小毒妃，你这表情，是不是又背着我做了什么坏事了？脑海中倏地炸响我爹那句话。你该不会是真喜欢上那小纨绔了吧？我没有。那你脸红什么？很晚了，却又是浑身不自在了。平日里我们各盖各的被子，从不越界，可今日属于他身上的气息不停往我鼻子里钻，连他身体的热意都源源不断传过来，隔着被子都能传热吗？我怒，这小泼皮霸道，睡觉都不老实。我知道非礼勿视，却根本舍不得挪开一步。有些热。
是啊，是挺热的。春秋寒风阵阵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在燥热些什么，是有些热。我从未见过他那样的目光，好似带着实质的热意，一寸寸扫过，灼得我心口发烫。小毒妇，干嘛？你咬我，那我也可以咬你，对不对？嗷！疼疼疼疼！不许欺负我！你是狗吗？属狗的你！好像又有些冷了。快睡吧。你知道我爹抢了小张大人那个账簿吧？知道，做错事就该有惩治。既然我们做不到扳倒他，就让他们老贼自己去朝堂上解决吧。可我爹说，明日参了你爹后，裴家就会倒霉。我爹还要去陛下面前请旨让我们和离。我就知道你今晚这副做贼心虚的样子有事，为何回来时不与我说？你是不是也想和离？你不想我和离吗？那是自然。我们一起经历这么多事儿，又是一起逛妓馆，又是探金教，我以为我们是过命的兄弟了。和离了也能做兄弟？那不一样。和离了，你就是谢家小姐，就不是我裴家的人了，怎么能一样？这一夜我们背，谁都没能睡着。渊儿，进来把我的嫁妆都收好了，一个子儿都不能给他裴家留。你也不要我了吗？他娘整日打麻将，他爸想打我爹，除了我，还有谁愿意要他？是哟，没人要你喽。我爹说了，等我和离回家，就给我找个更好的夫君。什么夫君？将军家百步穿杨的小儿子，侍郎家嫡长子，摄政王小侄子，贵妃家亲外孙，哪个都比你这个小顽固好。他这副要吃人的样子，肯定又要说什么背叛兄弟有气，谁要和他是兄弟？这瓷枕是裴家的，但我睡惯了，临走想拆了一对带走我的那个，当个念想。不许走！真是小气，连个瓷枕都不愿意给我吗？放开，不然我又要咬你了。你咬。裴正，你疯了吗？小姐，这套茶杯带不带啊？收拾这么多东西是要出远门吗？滚！你凭什么骂我的呀？裴卓，讨厌你！那就更讨厌些吧。什么意思？小贼，你爹都要大难临头了，你这是上门挑衅来了是吧？爹，我要做你永远的女婿。狗皮膏药啊你！还永远的女婿？你们裴家人真是一脉相承的不要脸！你骂我爹可以，骂我也可以，但是不要把我和我爹一起骂。我和他不是一路人。好小子，你还敢还嘴？看招！哎呦，身手不错啊，轻功这么好，裴老贼竟然还教这个。要夸我可以，不要连我爹一起夸。这是我为了躲他挨打自己练的。爹啊，别打了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不和离了。娇娇啊，你太天真了，肯定裴老贼看自己要大祸临头，故意让这小子石美男计牵住你，想让我们谢家心软。你放心，只要账簿明日早朝呈上去，裴老贼还不得老老实实脱官帽？除掉裴老贼这个主和派，我们武将就可以请旨领兵打仗了。我们谢家军又有用武之地了。娇娇，你爹最风光的时候，就是当年领兵征战东哥的时候，那时候武将多威风。可现在天下太平，却让那帮只知道耍嘴皮子的文臣占了上风，压得武将抬不起头。爹，我不服啊！我突然明了，我爹执着要害裴相，不是因为裴相多大恶极，而是因为党争。我爹也不过为了自己和武将阶层的利益罢了。我想起裴相在金教里的话：助战者未必勇，主和者未必怯。这世界确实不是非黑即白的。爹，裴相安插的细作起到了作用，外敌已经内乱，若不避战，何必非要主动挑起战争？
打仗劳民伤财，最后流血吃苦的都是无辜百姓。娇娇，你之前从不反驳我的。是啊，之前最听我爹的话，让我学名门闺秀就苦练琴棋书画，让我学坏害裴家就苦练纵马扬鞭。可那些从来不是我真正想做的。正因为我忤逆他，所以我走出和他不同的路，不会成为他那样的人。我亦有自己的道。或许是裴哲的话触动了我，我也应当有自己的道，而不是永远做父亲的提线木偶。娇娇，你长大了，不好糊弄了。不过爹绝对不会放过裴老贼的。明日早朝，走着瞧。陛下，裴相贪墨涉械罪罪大恶极，这账簿便是铁证。但是他这些年辅佐陛下也做不少实事，还望陛下从轻发落。谢爱卿，你竟然为他求情，还不是因为陛下赐的好婚？我闺女现在在人家做媳妇儿，裴家要是满门抄斩，我闺女也得跟着受连累，我能怎么办？朕当年这步棋下的真是绝妙。1年多前，裴相和谢将军吵得最凶，朕头疼2个肱骨之臣针锋相对，裴家有儿，谢家有女，不如结为姻亲；在朝堂吵，不如在家里吵。成了亲家有儿女牵绊，还能针锋相对下死手？这1年多时间，裴谢两家闹出不少闹剧，还把贪墨账簿闹到朕跟前。但看今日谢将军这态度，原本能置裴相死地的账簿，却在早朝后私下呈上，还主动求情。看来将相和这事是有转机啊。裴大人，你要是被罢官也不要难过，你可以去乡下种地修心养性。娇娇和女婿我会带回将军府养好的。想必你这贪墨重罪被贬后是永远回不了京了，我可不会想你的。你就装吧，老贼，回去指不定怎么哭呢。我斗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要取得最终胜利了。烧了？怎么就烧了？陛下呀，那可是罪证啊！此事我早已知道。谢将军，文治不比打仗，水至清则无鱼。账簿被轻易找到，是你故意的！我爹又气又恨，却无可奈何。正如小张下人摸透裴相心思，裴相也摸透了皇上心思。账簿之事若查到底，少不了朝堂动荡。皇上需要稳固的朝堂，需要将相和睦。我们在裴府苦等1天，没等到抄家圣旨，倒等来一场盛大宴席。谢将军深明大义，裴相宽容大度，将相和睦必成佳话。怎么说？气氛太干，要不要我耍套拳法缓和一下气氛？别，还是等上菜吧，吃起来就好了。来了，今日手气好就多玩了几把，来晚了不好意思。裴老贼那个老骨胆，怎么有个这样的妻子？人生在世，斗来斗去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每天乐呵呵的。我是亲眼见过战争残酷的。你玩什么呢？戳泥巴，可好玩了。叫你读书你不听，整日玩泥巴能有什么出息？长大了只能去烧窑干苦力。烧窑怎么了？我觉得泥巴好玩，我不要读书。可是第2天，外族打进来了，他没机会再玩泥巴了，死了就真什么都没了。我逃出来时，熟悉的面孔全成了尸体，这对我的触动很大。我没想过什么复仇，两国日日打仗，最后苦的都是百姓，就跟当年的我们一样。卓儿，娘从不奢望你有大出息，你做纨绔天天斗鸡走狗也没什么不好，只要你这辈子平安喜乐便好。相公啊，打仗有什么好的？太残忍了啊！你故意的是吧？让你夫人讲这故事，就是想让我娘子站到你们主和派那边去。得道多助，谢将军，你扪心自问，你请战的初衷纯粹吗？老匹夫，你们武将想建功立业，凭什么让无辜百姓去流血？简单的很，包教包会。
这我能学会吗？后来这两人成了京城极其要好的牌友。走啊，这宴席没意思，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到了。御史台，这里是言官聚集地，专门监察百官弹劾贪腐。娇娇，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，我不想做我爹那样为了大局牺牲无辜的人，也不想做小纨绔了。我要告诉我爹他是错的，包庇恶人绝不是为了大局。这里能监察百官，肃正朝堂，我想在这里践行我的道。他神采飞扬，这番有抱负的话惊呆了我。那个夫君，不是我打击你，以你的才学考进这里是不是有些困难啊？好啊，你居然敢嘲笑我！放我下来！啊，我恐高，我错了，我帮你温习习功课吧。行了吧，我过目不忘，我帮你辅导。这还差不多。2年后，我们夫妻双双考入御史台，肃朝朝堂，令贪官闻风丧胆。我们在这边雷厉风行抓贪官，裴相就在京城坐镇惩治，抓出来的钱都拿去继续培养细作了。我爹也有了新奔头，他不再天天吵着要打仗了。哈哈，这样不打仗，我们武将也有用武之地了。